上班摸鱼的时候，我无意间在一个论坛上看到有人讨论一款新出的惊悚手游《血红》，号称是沉浸式死亡体验，活着才是通关。这听起来简直是为我这种恐怖游戏老玩家量身打造。我叫享福，某科技公司的小职员，平时工作乏味，一点新鲜感都没有。这种刺激感爆表的游戏，我怎能错过？我迫不及待地下载了游戏，10几个 G， 容量不小。可打开之后，手机屏幕上却只有一句血红的字：欢迎参与血红实验，你的倒计时已开始。下面是一串正在倒数的时间。我还以为卡住了，连点了几次，退出重进，甚至重启手机，依旧只有这一句话和不断跳动的倒计时。游戏界面诡异，却也有些让人上瘾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你不能离开，可能要等倒计时结束才能开始吧。我这样安慰自己，把手机丢到一旁继续摸鱼。到了晚上，我坐地铁回家的路上想起这事儿，拿出手机一看，界面竟然变了。任务完成，已成功活过了第一天。哈，我愣了3秒，想笑，这什么鬼游戏，啥都不做就过关了。可是卸载不了，真的，我试了10几次，设置里根本找不到这个 APP 的图标，就像它从未存在过。心里有些不安，想着明天找公司 IT 看看。然而真正的噩梦是从晚上23点59分开始的。我的手机突然响起，那熟悉的血红界面再次弹出，这次内容不同。游戏已正式启动，第一场任务已完成，参与人数4800人，死亡人数1620人。我心跳骤停，脊背发凉。与此同时，手机上弹出一条突发新闻，本市突现不明人因猝死病例，初步统计1620例，数字一模一样。一股寒气直冲头顶。那不是游戏，那是现实。我不敢再尝试报警，因为我就在几分钟前听到了小区楼下传来的惨叫声，如同玻璃划破骨头般尖锐。我明白了，游戏已经渗透进现实，而且失败就真的会死。就在我犹豫不决时，手机再次震动。接下来3天内将推出3场副本任务，完成者存活，失败者淘汰。若无人通关，全程陪葬。我盯着是否进入副本按钮，手指发抖。然后我点了试，一瞬间，血红光芒将我吞没。再睁开眼，我已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一间中式婚房，红灯高挂，地毯铺满，喜庆却诡异。一道道穿着红嫁衣的新娘整齐站在墙边，全都低着头，盖着红盖头。我数了一下，一共18位新娘。就在我不知所措之际，旁边传来女生的声音：“你也是玩家吗？”我回头，只见一位穿着黄色道袍的女孩站在门边。她说她叫楚锦。我们四目相对，诡异的机械声音随即响起。副本任务，在18位新娘中，仅有1位是真正的活人女孩，其余皆为阴魂。玩家每人仅有2次揭盖机会，找出那唯一的活人，通关成功，失败即死。现实，一炷香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冷静，毕竟我可是恐怖游戏的老司机。副本开始后，我和楚锦对望一眼，彼此都能看到对方眼中的迷茫与紧张。4次机会，要从18个鬼里找出一个活人，这根本是找死啊！他轻声说着，声音在红灯映照下带着些颤抖。先别慌，我环视四周，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我们看看有没有线索。我们开始仔细观察每一位新娘，她们全都身穿一模一样的红嫁衣，身形也几乎一致，如同复制粘贴。无论从正面、侧面，甚至衣褶的走线，都一模一样。我试着对他们低语、拍手，甚至吹口哨，毫无反应。他们不会是人类能理解的存在。楚锦也察觉到了问题，我们必须找到不同。忽然，我看见地面上的影子，微微皱起了眉头。楚锦，你看影子，18位新娘的影子，长度、方向、形状全都一致。但一个想法突然蹦进了我的脑子，鬼是没有影子的，或者说他们只能模拟影子。如果我们能让影子动起来，我走向一盏红灯笼，轻轻拨动，让它的光线开始摇晃。在光影交错之间，我终于看到了那唯一不同的一点，其中一个新娘的影子随光而动，其余的全都纹丝不动，像是固定贴在地上的纸。我瞬间明白了，她是活人。你确定？楚锦低声问道。我确定，我点头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走上前，颤抖地伸手掀开那位新娘的红盖头。盖头下是一张苍白但带着血色的真实脸庞，普通人类女孩的脸。瞬间，系统声响起，恭喜玩家成功识别活人，副本任务通过，你活过了第2天。血光再次降临，我眼前一黑，再次睁眼时，已回到自己的房间。手机震动，是否添加玩家楚锦为好友？我毫不犹豫地点了是，系统回复，对方已同意。
若后续副本为多人任务，可邀请好友同行。第二天，小区再次出现几辆救护车，我知道，那是昨天副本失败者的结局，这不再是游戏，而是一场灭顶的生死存亡。到了晚上11点59分，熟悉的机械音再次响起。第二场游戏结束，死亡玩家2652人，存活玩家528人，是否进入今日游戏？我轻轻点击是，下一秒，系统提示，本次为10人副本，您的好友楚锦已加入房间，正在匹配其他玩家。血红光芒再度降临，再次睁开眼时，寒气扑面而来。我发现自己正站在一栋破旧教学楼的长廊里，墙皮脱落，灯光昏暗，空气中混杂着霉味与体嗅味。四周零星站着几道身影，总共10人，应该是这次副本的玩家。我们每人手中都多了一部黑色对讲机，熟悉的机械音在空气中回荡。你们是都市传说爱好者，组团前往废弃中学探险。传闻这里曾是凶杀案频发之地，早被废弃。游戏规则：鬼魂将在10分钟后苏醒，并逐步猎杀玩家。存活30分钟者视为通关。特别提示：鬼魂可穿墙破门，无视障碍，唯独无法踏入操场。游戏开始。很明显，这局是躲猫猫玩法。其中一名戴口罩的男玩家说道：“目标太大，容易被发现，我们必须分头行动。”众人点头，各自分散，只剩我和楚锦仍站在原地。我们一起行动吧，他提议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我点头，眼下我们彼此信任，远比盲目分散更靠谱。对面是学生宿舍楼，我说，我们躲宿舍。教学楼房间少，容易被翻完。于是我们悄悄溜进宿舍楼3楼，找到一间紧闭的寝室藏身。10分钟准备时间很快过去。正当我们屏息静听外界动静时，对讲机突然响起：“喂，谁在4楼敲我们？别吓我！我跟你讲，我在教学楼2楼，别晚了。”另一个声音冷冷回应：“哥们，我刚从4楼下来，那边没人。”我们面面相觑，一股寒意升起。随后，那个在4楼的玩家声音急促：“不对劲，他在劈我们！天啊，他进来了！就啊！”声音被撕裂的惨叫淹没，接着是对讲机里的沉默。这场猎杀正式开始。几秒后，宿舍楼的玩家也传来尖叫。我这也有敲门声，不可能，他怎么这么快？宿舍也不安全，我惊呼。正当所有人以为是对讲机暴露了行踪时，一名冷静男声再次响起，是我们这局的指挥官向昭。大家冷静，既然鬼能穿门，他靠的不是听声找人，我们要主动寻找可能的生机线索，盲目躲避就是等死。他说的对。可下一秒，对讲机再次传来噩耗。我被盯上了，敲门声没停过，换的地方。妈的，怎么走到哪里都跟着来？又一声惨叫传来，我咬牙，不能躲了，必须逃到操场。楚锦点头，我们推门就跑，一边绕着楼梯往楼下冲，一边听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。对讲机里，向昭的声音再次出现：“来操场，那里他不能进。”我们没得选，直接冲进操场。寒风刺骨，可这里却异常安静。几分钟后，我们3人站在操场上，心跳如鼓。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鬼真的没来。向昭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破旧的教师日记，递给我。我刚才在办公室里找到的，里面记录了一桩12年前的冤案。一位叫柳诗莹的年轻语文老师被校领导长期性骚扰，举报无果反遭污蔑，最终拿斧头报复失败，被活埋在教职工仓库。后来这里关闭，所有传闻被压下。但他的怨气未散，变成了现在的杀人鬼。他的特殊能力并非隐身瞬移，而是他能进入任何门内，却永远出不来。我和楚锦恍然大悟，那句游戏规则他能破门而入，把你们踢成2半，原来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会进门杀人，却永远无法从门中离开。操场没有门，所以他无法进入。时间走到30分钟，系统声再次响起：“恭喜玩家享福，楚锦、向昭成功通关。”红光闪起，我再度回到房间，手机屏幕一闪。第3场游戏结束，死亡玩家479人，存活玩家49人。接着系统推送，第4场游戏即将开启，所有存活玩家将统一进入终局副本。时间凌晨1点，请准备。我咬紧牙关，最后一战是终极试炼。血光消散后，我的意识逐渐清醒，耳边传来隆隆作响的轰鸣。我睁开眼，发现自己坐在一辆寒气逼人的绿皮火车上，座位坚硬，车窗外是呼啸而过的暴雪天地，天与地浑然一体，白茫茫一片。我迅速起身查看四周，果然车厢里还有些许熟悉的面孔，
楚锦坐在靠窗那头，而向昭靠着一根扶杆，一如既往的冷静。还有其他一些玩家，神色各异，但都带着倦意与紧张。终局副本，向昭低声说。机械音再次响起，如宣判死刑。副本名称：暴雪世纪。背景设定：你们是全球最后49位幸存者，乘坐高原列车穿越雪境逃生。然而前方雪山已崩塌，10分钟后，列车将撞击雪山，所有人死亡。目标：阻止火车，存活满10分钟为胜利。提示：唯一的线索隐藏于断裂的尾节车厢内。我们迅速行动，一路穿过12节车厢，发现最后一节车厢居然断裂悬挂在外，靠一根金属绳索与主车体连接，在风雪中左右摇晃。这节车厢里一定藏有能阻止列车的信息，向昭说，但他晃得太厉害了。楚锦望着40米下的车厢，稍不留神就会掉进雪谷。于是我们召集剩余玩家，组织滑绳小队。几个身强体壮的玩家率先下去，他们才滑到一半，山风猛地咆哮，绳索疯狂晃动，1人、2人、3人接连坠入雪谷。系统播报：死亡玩家5人，剩余玩家44人。楚锦神色一凝，突然系紧头发，说道：“我来。”他迅速抓住绳索，宛如灵猴般稳健的下滑，不出10秒便到达了一半。可就在他距离尾节车厢仅剩10米时，哗！从车厢深处猛地冲出一股巨力，仿佛什么东西把他直接拉了进去。楚锦，我大喊。系统提示冷冰冰地响起，玩家楚锦已死亡，剩余玩家43人。我的心像是被撕裂，僵在原地。此时向昭低头看了看列车头部墙上的小液晶屏，原本显示120千里每小时的速度，悄然变成了116千里每小时。他低声呢喃：“我明白了。” Chapter 5，权衡已牺牲。我明白了。向昭摘下眼镜，轻轻擦了擦镜片，声音低沉却清晰。这一关不是在等我们拉下刹车，而是用重量来减速。我震惊地看着他，他指向液晶屏。火车速度从120变成116，是因为楚锦的牺牲，说明他的重量成为了减速的砝码。我听得心惊肉跳。你是说，我们得不断把人送到那节车厢里，牺牲自己减速？他点头。那节悬挂的车厢本身就是一个制动装置，但规则明确不让我们投机取巧。车上什么重物都没有，除了我们自己。空气瞬间凝固。我扫视车厢中的其余玩家，每一位都面色苍白，却没有人质疑或反驳。我们都明白了，系统设置的极其残酷，火车速度减至0才能通关，但唯一的代价就是人命。以楚锦为参考，大概每4000米每小时需牺牲1人。向昭迅速计算，从116到0，至少需要29到30条人命，还不包括途中因掉落深渊的失败者。这就是终局副本。我喃喃道：“一场你去死，我来活的抉择游戏。”片刻沉默后，一名身穿扑克衬衫的男玩家站了出来，他主动撕下衣角，分成小纸签，抽签决定谁先上，别争也别躲，公平。众人默默围过来，我也走上前，从他手中抽出一张编号49，我还在最后，而向昭抽到第3位。我看向他，他却轻轻摇头，拒绝我调换的请求。你是最后的见证者，享福，你应该留下来记录一切。前方的金属绳索像是地狱的索道，通往死亡之门。第一个，第二个相继出发，尖叫、撞击声接连响起，有人抵达，有人成为牺牲。液晶屏的数字在不断跳动，112、104、92、76、58，我手指紧握，掌心全是汗。然后是向昭，他脱下大衣，露出那件黑色高领衫，朝我点点头。若我不回来，就告诉这个世界，我们都不是懦夫。他攀上绳索，背影消失在风雪中。又是10几人接连消失在雪谷或被甩入车厢，车内的空气早已布满血腥气，寂静如墓地。36、28、19、12，系统声音不断刷新。死亡玩家37，存活玩家12，轮到我了。我站在驾驶室内，看着墙上的最后的数字8TMH，我的双腿颤抖，全车只剩我和另一个女孩。她犹豫片刻，强忍泪水道：“你留着吧，我去。”她缓缓爬上绳索，咬牙前行，在快到达车厢入口时回头一眼。我低声说：“谢谢你。”下一秒，她消失了。又一次碰撞声传来，车速骤然下降。0kmh， 列车停住了。仅差不到1米的距离，我们与雪山正面相撞之际，成功刹车。那一刻，我瘫坐在驾驶室地板上，浑身力气都被抽干。我没有欢呼，
因为我知道这不是胜利，而是所有人以命换来的结局。当列车终于停稳，我愣愣地望着窗外的雪山，心跳依旧剧烈，不敢相信我们真的刹住了这场通向死亡的冲撞。车厢里一片寂静，我颤抖着从驾驶室走出，想告诉大家我们赢了。可当我奔回车厢时，却猛地意识到这里早已只剩我一人。座位空荡荡，人血迹都被清扫得干干净净，好像他们从未存在过。就在我站立不稳的那一刻，系统声音如往常般悄然响起：恭喜玩家享福，成功完成终局副本，你已获得时空回溯权限，可选择以下2项之一。屏幕缓缓浮现2个选项：一、将时间倒退至开服之日，死亡玩家记忆清楚，全部复活；二、升级游戏范围，覆盖整座城市，全体市民将进入下一轮血红游戏。我没有犹豫，直接选择了第一个。开什么玩笑，为了活到这一步，无数人拼死相助。若我选择第二个，我将成为刽子手。系统沉默数秒，仿佛也在判断这份人性的分量。您选择了时空回溯，正在执行，所有玩家状态重置，世界归零。血红游戏系统将自毁并退出此世界。再见。血光再度升起，温和却也带着一丝诀别的意味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着那虚空中的声音轻轻说道：系统，我想纠正一个错误。血光顿了顿，那熟悉的机械音再度响起：请说，这场游戏的胜利者并不是我，而是每一个曾站在生死边缘还选择不放弃的人。系统没有回应，但血光似乎更加温柔地包裹了我。我再次醒来时，天刚亮，窗外阳光温暖如初，手机屏幕清清爽爽，没有任何血红痕迹，仿佛那一切从未存在过。我长出一口气，换好衣服，下楼吃碗面，终于感受到活着的味道。正当我坐在面馆吃得满头香汗时，门口进来2道熟悉的身影，一个是扎着马尾辫的女孩，眉眼清秀，另一个是戴着金丝眼镜的青年，眼神平和。他们路过我时，忽然停下脚步，困惑地望着我。你好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？我笑了，一边伸出双手。你们好，我叫享福。全文完，下一个更精彩。